你好，本节课我们讲 DSA 数字签名方案。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都是建立在一个去中心化的 P2P 网络之上的。在这个网络中，任何用户都可以创建和传播交易信息。交易信息在得到大部分用户确认验证之后，最终会由矿工记录在一个分布式的总账本，也就是区块链中。因此，数字货币的信任体系完全建立在一个个用户个体对交易信息的可靠确认的基础之上。问题来了，假设你是一个用户，你收到了一笔交易信息，这笔交易信息描述了某个人要从账户 A 转账到 B 账户，你会信任这笔交易并把它传播给其他用户吗？你可能会怀疑这个人有没有权利从 A 账户中转账，以及这个人将来会不会抵赖。反过来，如果你需要创建一笔交易，那你该怎样做才能得到其他用户的信任呢？在现实中，当你用支票支付时，你得在支票上签署你的名字，才能让这张支票具备效力。同样的道理，你必须在数字化的交易信息上附加数字化的签名，才能让这笔交易信息具备效力，才能得到其他用户的信任。那什么样的数字才具备签名的效力呢？第一，为了防止签名被轻易伪造，支票签名具有签署者独一无二的风格，因此数字签名也必须依赖于签署者独有的一个秘密数字 X。第二，为了防止支票内容被篡改，不同的支票上的签名都是不同的，因此数字签名必须依赖于签署的消息。为了方便处理，我们常用消息的哈希值来代替它。第三，为了防止支票被复制，即便是相同的支票，每一次签名也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数字签名也必须依赖于签署者独有的随机数。用数学公式来表示的话，签名 S 应当是秘密数字 X 消息的哈希值和随机数字 K 的一个函数。现在如果你收到了一条消息和对应的签名，只需要验证这个等式是否成立，就可以决定是不是信任它了。等式成立，消息和签名就是真的；等式不成立，消息和签名就是假的。你或许已经发现问题了，秘密数字 X 和随机数 K 都是签署者独有的，你作为接收方并不知道 X 和 K， 所以你是无法验证等式是否成立的。我们好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签署者如果不发送 X 和 K， 接收方就无法验证签名；签署者如果发送了 X 和 K， 那么就泄露了秘密数字，而任何知晓 X 和 K 的人都可以随意伪造他的签名。那怎么办呢？密模的单向性为我们提供了思路。由于已知 X 很容易求得 Y， 而已知 Y 却极难求得 X，所以签署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将 Y 公开，将 R 和 S 随消息一起发送给接收方，而不必担心其独有的 X 和 K 泄露。在这些数字里，我们常称 X 为私钥，称 Y 为公钥，称 R 和 S 为数字签名。问题又来了，接收方没有 X 和 K， 那么该怎样验证签名是否有效呢？鉴于 S 和 X、M、K 之间有这个关系，而 X 和 Y、K 和 R 之间都有指数和幂的关系，所以这四个公开的数字之间也会有某种关系。接收方只要验证这个关系是否成立，就可以验证签名是否有效了。中学阶段我们就学习过指数和幂的性质，如果指数之间做加法运算，那么对应的幂之间就会有乘法运算。所以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种方案是让各个数字之间做加法运算，那么两边同时以 G 为底，再做幂模运算，就很容易得到这个等式。在这个等式中，只有公开的 G、P、消息 M 和数字签名 R 和 S 是公开的，所以接收者只要验证这个关系是否成立就可以了。细心的你可能已经会发现，上下这两个公式之间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一，
2条线的等号变成了3条线的等号。解释一下，这2条线的等号表示等于关系，而3条线的等号表示同于关系。第二，模数由 p 减1变成了 p， 这是因为根据欧拉定理，只要 g 和素数 p 互素，那么 g 的 p 减1次幂模 p 就等于1。所以当指数模 p 减1同余时，幂模 p 也同余。也就是说，接收方只需要验证这个等式是否成立，就可以验证签名了。还有一个问题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因为在这个等式中，除了参数 g、p 和消息 m 是确定不变的之外，还有 r 和 s 2个变量。所以除了正常的签名 r 和 s 一定能通过验证，能通过验证的 r 和 s 还有很多。那么攻击者有没有可能在不知道 x 和 k 的情况下，伪造一个能通过验证的签名 r 和 s 呢？不仅可以，而且很容易。攻击者只要先对 s 任取一个值 s 撇，然后通过解方程得到 r 撇。显然，这个 r 撇和 s 撇也一定能通过验证。这显然是由签名验证存在的漏洞所导致的。那么怎样才能让签名验证更安全呢？回想幂模运算的单向性，如果我们能让验签方案中的 r 和 s 都出现在指数上，那么攻击者如果再要先取其中一个去求解另一个，就必须解决离散对数问题，而这是极难的。这里需要用到一个小技巧，我们只要让签名生成的过程中的 s 和 r 分别和 k 和 x 相乘再取和，那么验签方案中的 r 和 s 就会自动的跑到指数的位置上了。这样一来，攻击者在不知道私钥 x 和 k 的情况下，就不能伪造签名了，除非他能解决离散对数问题。至此，我们已经得到了著名的数字签名方案 DSA 的雏形了，也就是以 r 和 s 为数字签名，以这个等式为验签方案。之所以说它是雏形，是因为还差一点签名规模上的优化。为了确保离散对数问题不被暴力破解，通常素数 p 需要取到1024比特以上。由于 r 和 s 分别是由模 p 和 p 减1得来的，所以它们都和 p 的规模大致相同。所以签名 r 和 s 合起来大约需要2048比特。为了减小数字签名的规模， DSA 采取这样的策略：首先选择一个相对较小的整数 q， 使它满足 g 的 q 次幂模 p 等于1。如果 p 取1024比特，那么 q 就取160比特。有了这样的 q， 便可以将签名方案中的模 p 减1改为模 q。很容易证明，这个微调并不会影响验签方案。如此一来 ，s 就缩小到了与 q 同等规模，而 r 的大小却没有变。为了将 r 也缩小到同等规模， DSA 将签名方案中的 r 在模 p 的基础之上再模 q。此时验签方案同步的也要再模 q。如此一来，签名 r 和 s 就都缩小到了与 q 同等规模。至此，我们就得到了真正的 DSA 数字签名方案。回顾我们的 DSA 设计之路，有以下3个要点：第一，为了防止泄露私钥，只能公开公钥；第二，为了防止伪造签名，必须在验签方案中让签名都出现在指数上；第三，为了减小数字签名的规模，为指数选择一个相对较小的模数。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素数域中的整数的加法、乘法、幂模和离散对数的运算性质之上。如果我们将素数域换成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运算的对象变成椭圆曲线上的点，那么依然可以定义出具有类似性质的运算，进而设计出椭圆曲线数字签名方案 ECDSA。 而 ECDSA 正是比特币体系所使用的数字签名方案。
那么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是什么呢？下节课为你讲述。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